Hello，我们今天要聊聊 Apple 全新推出的新的 AirPods Pro。那我手上这个呢，这一个就是我现在在使用的 AirPods Pro。那我们可以看到，我外面把它装了一个类碳，这个是碳纤维。我外面把它装了一个碳纤维的一个壳。然后呢，这个版本是最初的 AirPods Pro，所以它后面是没有 MagSafe 的。那我们今天就来看全新的 AirPods Pro，其实它应该是第二代，但苹果说它是 AirPods Pro。那全新一代的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吧？那首先它说它有无与伦比的音质，然后它有更强的主动式的降噪全新功能。那其实 AirPods Pro 除了我手上这个第一代了以外呢，它中间有做一个小改款，就是后面加了 MagSafe。那苹果真的非常想要你直接把这个壳把它拔掉，完全没有壳的情况下，用这个很不耐磨的白色塑胶让它磨坏，然后之后你就想要买新的 AirPods Pro。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为什么这个原因是成立的。好的，我们可以看到说全新的 AirPods Pro 它有针对通透模式和空间音讯来做更重大的升级，然后降噪效果更强咯，是前代的2倍。那这个2倍，我们之后就要来试试看，是不是真的可以听得出来。好了，那他今天推出了第二代的 AirPods Pro， 那这也很奇怪，他说全新一代 AirPods Pro， 然后这边又说第二代的 AirPods Pro， 但是他为什么不要讲 AirPods Pro 2呢？这就让人家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产品后面不要加一个2。好，然后呢，它使用的是全新的 H2的晶片，然后解锁前所未有的音讯表现，然后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全主动式的降噪和通透模式都变得更强了，然后它的空间音讯又变得更好了。然后呢，它这次有提供了一个是更服帖的耳塞尺寸，也就是最小的那一种。如果你耳朵的孔非常非常小的话，那可能这个对你来讲就是非常的有帮助。好的，那他现在说 AirPods Pro 第二代现在已经开放在 Apple Store 上面就可以预定了，稍晚开始供货，所以代表说现在是可以订，但是什么时候开始出货我们是不太知道的。好的，那他这边提到说他提供了一个更优秀的音质，还有2倍的降噪效果。这边2倍降噪效果，还有更优秀的音质。好的，外观方面呢，我觉得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不过他有提到说，他有用全新的单体，还有来打造这个扩音器，然后低音和通透的声音，所以它单体要变得更大，这样低音的效果才会更好。这是物理上的限制，就是你必须扩音器要更大颗，所以它可能又塞得更满的，变得更厉害。好的，那我们看一下，它是突破性的音讯，然后用全新的 H2 晶片来做到这件事情。然后它推出了全新更服帖的耳塞，那这个耳塞是有 XS， 就是更小的这个尺寸，变成4个尺寸。哇，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动画，哇 H2， 哇，好，然后它这边它有一个，这是一个 SIP 把它封起来，那会看到它这边单体变得更大，这个单体更大的振膜这样子。OK， 好的，然后这边是用全新的 H2 晶片驱动，那更大的单体。那这边我们看到这张图，它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本只有前面这几个 L、M、S， 那全新推出 XS， 所以有些人的耳道比较小，就可以用这个来更舒服这样子。那他说降噪呢，因为我用1代的降噪，我会觉得说，平常我们在路上走路的时候，还是可以听得到工地啊，然后或是公车这种很大声的引擎的声音。那这一次他说他的降噪变成2倍，所以它可以更能去处理就是环境的噪音，然后警笛声啊、施工的噪音，还有演唱会的大音响，它都可以处理掉。
那可是很有趣的事情是，演唱会的大音响，你就在演唱会里面，你为什么还要用降噪耳机把这个美妙的音乐把它降噪掉？这有点奇怪。好的，不过他这边就是要强调说，它的降噪能力非常的强，更精准、更身临其境的声音。他就讲说，它的空间音讯的效果会变得更好。那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哦，因为我用第一代的 AirPods Pro，我就会感受到说，其实说，它有没有空间音讯？它有，但是跟 AirPods Max 去比较的话，就会觉得说，AirPods Max 因为它单体非常大，所以那空间的感觉就更大、更厉害、更精准。所以就会觉得说，AirPods Pro 好像这个只是软体上支援，但它不是为了空间音讯来做设计的。所以我觉得它如果重新再设计这件事情的话，那个空间感应该会更强。就是这是很难的技术，就是你要那么小的一个耳塞式的耳机，你要怎么把那个空间感做出来？怎么样让你觉得身临其境？我觉得它有做到60%的功能，就是有空间音讯，可以听得到，左右两边有一些空间，然后有时候有一些声音会觉得，空间感是很强的，但是没有到就是，像 AirPods Max 那样可以让你觉得，哇，你真的就是在那个空间里面。那我觉得二代搞不好真的是有办法改善这个问题，那就要试试看说，这两代会不会提升是不是很大，还是说跟外形一样，就是长得很像，然后没什么提升，所以就要测测看才知道。OK，Spatial Audio，OK，好，便利性的特色，我们可以看一下说它的可以更容易的去连接所有的 Apple 装置。那我在用一代的情况下，我觉得所有的装置都非常好连接，iPad 和 iPhone 都非常好连接，但是唯一有一个问题就是 MacBook，常常你就用 MacBook 然后断连到iPhone 或者 iPad 完了以后，你要再回去，你要重新再点它，它不会自己回到 MacBook 上面去。那可能我用的是 Intel 版的 MacBook，所以会有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使用 M1 或是 M1 Pro、M1 Max 或甚至是 M2 的 MacBook，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呢？那这次它新增了一个功能，就是以往我们的 AirPods Pro，我们只用压一下来，暂停音乐，压两下下一首音乐，和压久一点来叫出 Siri， 或者是压久一点来调整降噪和没有降噪。那我们有一个功能，我们是缺乏的，就是调整音量这个功能。你要调整音量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有 Apple Watch 用滚轮去调整它音量，或是 iPhone 的大小声去调整音量。那这是非常不方便的，尤其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或甚至是骑单车的时候，你要去调整音量，非常非常的难用。那这次 AirPods Pro 它有加入触控的感应，那这个触控的感应就可以帮助你就是调整音量大小声。但是我希望它的触控感应是非常好的，因为它那个 sensor 非常的小，所以如果它调整不好的话，那个因为音量有时候会让你耳朵就是如果调整不好，那个音量会可能突然变很大声，或突然变很小声，对你的耳膜是伤害很大的。那 Apple 我觉得它一定是把这个研发好了以后，它才敢推出到 AirPods Pro 上面。那我们就之后来试试看说，这个触控的感觉是不是已经做好，所以才敢放上来 AirPods Pro。好的，那这边他有提到说，就是新的 Hey Siri 无需动手就可以提出要求，但我对这件事情是很疑惑的，就是我的 AirPods Pro 每次我叫它 Siri，它都不出来，就是它真的都不出来。我在外面有，而且它这个降噪功能必须做得非常好，因为你可能在骑脚踏车，或是你在各式各样嘈杂的环境的时候，你叫 Siri 你是叫不出来的。然后你要叫它打电话，或是重新朗读讯息，或是回传讯息这件事情，当然你在骑脚踏车的时候，你就真的很需要 Siri， 因为你的手表你不可能按，手机也不可能拿，你就只有 Siri， 你想要它帮你回复一个讯息啊，或者打电话给某人的时候 ，Siri 不在。那最需要 Siri 的时候，这种场景的时候，它居然不在，就是麦克风和辨识没有办法很精准的时候，但是你就是这时候最需要 Siri 嘛，那就希望说它这次把 Hey Siri 这个边缘运算可以把它做好，因为这就是边缘运算，就是说，你要叫得到它，然后它可以马上的去辨别，有的时候甚至是没有网络就帮你做好一些本机的 control， 因为如果 Siri 都需要网络的话，那有时候你可能在骑车或者你没有网络、没有移动网络的情况下，它就不会做指令，这是很笨的一件事情。
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动画，我们重播一次。我可以这样上下，我可以这样滑动。OK， 好。那这是他提到说，因为我们的 AirPods 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原本第一代都只有大概1个半小时的使用时间。那我在用这个 AirPods 的时候，我基本上是整天带着它的，我不会把它拿下来的。所以对我来讲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戴了2个小时以后，我要把它拿下来，但是我还想要继续带着 AirPods，那就会让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一个 AirPods 不够，就要买2个，这个没有电去充电，然后拿另外一个继续来带。但他这次似乎尝试的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他要比第一代多出1.5个小时的聆听时间，那就接近2倍了，我觉得。那它最多要可以长达6个小时，那其实非常非常强，以这么小的机身来说。然后它的充电盒可以额外充电4次，然后在主动降噪可以高达30个小时，比第一代多了6个小时，我觉得这真的很强。那这盒子其实对我来讲，我真的很常会忘记去充它的电，但多6个小时，我觉得真的很棒。尤其是这个1.5个小时，不要小看这个功能哦，因为原本可能只能听2个小时，再多1.5个小时，基本上3个半小时，基本上你一整个白天从8点听到12点，你只要充一次电，中午吃饭休息的时候拿下来，可能上个厕所的时候把它充一下电，然后你之后再继续带，你又可以1个下午，所以一天如果早上4个小时，下午4个小时，晚上4个小时，基本上你只要中间只要充2次就够了。好的，那它有 MagSafe 的充电器哦，然后或是气认证的这种充电板都可以去充电以外，现在还可以使用 Apple Watch 哦，Apple Watch 充电器可以帮 AirPods Pro 充电，我靠，这好强哦！就是你只要有任何一种充电器，你都可以帮 AirPods Pro 充电，真的很方便的。那我觉得 Apple 这次，因为它上次已经加入 MagSafe，它加入 MagSafe 就会，给了你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用 MagSafe 去充，但是又创造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装了壳以后，你的磁吸会不够强。那现在也没有人推出就是 MagSafe 的磁吸的 AirPods Pro 的壳，所以你势必你就要把它白白裸露在外的去用 MagSafe 去充它，那这件事情是真的是很 dumb 的一件事情，就是它真的会很容易让你的 AirPods Pro 磨伤刮伤。那 Apple 就是希望让你的 AirPods Pro 磨伤刮伤，然后它因为磨伤刮伤你久了你就会买新的嘛，然后这次又给你一个钥匙圈，就是你可以挂着，然后不要让它掉。然后你还是很容易磨伤刮伤啊，你挂着当吊饰一样，就会磨来磨去，刮来刮去。好的，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孔，那这次改善了一个很好的功能，就是因为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些配件，就是这个配件就是 AirPods Pro， 然后上面再加一个 AirTag， 因为这个 AirPods Pro 你用 Find My 去找它，你真的是找不到，因为它让它播声音根本就听不到它的声音。那这次它有一个小喇叭，可以把这个声音播出来，所以你要找这个耳机的盒子的时候，你就可以找得到，这真的超容易丢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是非常棒的。那我们看一下影片。OK， 好，Apple Watch 可以充太棒了。好，它就是要表示它可以用 Apple Watch 的充电器来帮它充电。好，他说它有全新的充电盒，它有抗汗水功能，有个吊绳孔。这吊绳孔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feature， 也是一个 problem， 就是它可以让你有一个挂绳孔，然后你就这样子裸露在外，然后更容易会刮伤它，所以之后第3代你还是会买，还是会换这样子。那它有 U1 的晶片，我觉得这很不错，就是把 AirTag 功能直接加进去，然后有方向指引，就会比第一代还好很多，就更容易找到。还好我是没有弄丢，但是这个东西真的太容易丢了。然后它有扬声器，所以可以让它播声音，内建扬声器发出响亮，可以更简单的找到这个东西。那我不知道会不会有 hacker 就是去就是破解这个 AirPods Pro， 就是因为它有扬声器嘛，所以搞不好就可以把它当小喇叭，可以直接播声音出来。不知道会不会有人 hack 这个功能，就是你可以这样这样子就可以讲电话，有没有？它有扬声器啊，对不对？你不一定要带 AirPods 啊，你可以拿这个当时就是比如说你拿 iPad mini 当手机，然后你要讲电话就拿这个
AirPods Pro 出来，嘿，hello，喂，这样子，那这个我觉得也可以是一个功能啊，我觉得不知道它之后会不会有这个功能出来。好，然后还有一个挂绳。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这一次你要镭射雕刻，你可以雕 Memoji 上去，就是你自己个人的一些头贴。那 Apple 都是用 Memoji 这个头贴，然后就会变得非常好看。所以你看 Apple 真的就是想要把它变你个人化，然后你可以把它刻上去。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对于 Apple 来讲就是最个人化的，因为这个东西它也不希望你可以卖二手，因为它是很个人的嘛，它有耳塞啊，它有什么，就是他就觉得说，你是没有办法卖这个东西的。那所以你可能用完第一代，然后或是二代，你用了2年3年了以后呢，你就要 trade in 给 Apple，因为有你的耳屎啊、耳垢啊、电池也不行啊，所以你就只能卖给 Apple，然后重新再换一代。然后因为上面有你的 Memoji，所以你没办法卖二手，你只能还给 Apple，然后 Apple 再推出新的给你，然后这样代代相传，然后 Apple 每2年就一直不断的赚你耳机的钱，大概赚8000块左右，这就是 Apple 最厉害的商业策略。好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有各式各样的 Memoji 都可以印上去，但是我就是不会想印 Memoji，因为你二手就没办法卖了，你就只能走 Apple 的销售体系，trade in 啊，然后再买一个新的，然后你又要再 Memoji，然后这是非常花钱的一件事情。OK， 好的，然后这边是 AirPods 与环境，然后这边有提到说它是100%的稀土再生，再生稀土。然后100%再生金，100%的再生焊料，然后100%的再生铝，那这个都是非常环保的。我觉得 Apple 在这方面是做的非常非常好的。好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价钱，就是 AirPods Pro 第2代，它的价钱是7490，就是7500左右。那我忘记上次的价格是多少，我上次第1代的时候我是等它降价，然后我是在外面去购买的，我买大概是6300左右吧，所以你要在原厂买都会比较贵。那再来我讲一下，就是AirPods Pro， 非常建议你去买 Apple Care， 就是 Apple Care 大概是1000块吧，所以你买了以后呢，你如果弄掉或弄不见，或是要维修，都可以非常的便宜，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的建议你去买 Apple Care。那你买的方式，我觉得你不一定要官网买，因为外面一定会降价，大概降个1000多或甚至是2000，所以外面价格会非常便宜。但请记得你在外面买的时候一定要开发票，因为有开发票才能买 Apple Care。像我这个就是没有买，没有开发票，所以就没办法 Apple Care。但是因为它有一些瑕疵，所以苹果很好的帮我更换了2只耳朵的AirPods Pro， 所以我对这个产品非常满意，就是苹果非常负责任，因为之前有一只耳朵会没有声音吧，好像2只都会有一些破音啊，会没有声音。然后我没有买 Apple Care， 但是苹果都帮我换新，所以我觉得苹果是非常负责任的。好的，那这就是简单的分享全新的 AirPods Pro，拜拜。